我是個裝貨，下雨了，快跑啊！为了維持憂鬱少女的人設，我每天都裝出一副冷淡憂鬱的模樣。小姑娘，你沒事吧？這都沒事。直到我穿進了一個恐怖遊戲，當我面對恐怖的詭異嚇得想要放聲尖叫時，卻被系統告知我的一切行為將被24小時直播。我忍住了，漫天血雨下，其他玩家躲在安全區不敢出來，而我撐着透明雨傘，穿着 JK， 戴着白色有線耳機在雨中漫步。剛剛還張着血口大盆的 BOSS 瞬間紅了臉，他一臉的嬌羞。我笑了，如果憂鬱是一種天賦，那我一定天賦異稟。上一秒還聽着傷感音樂，想象自己在東京街頭漫步的我，下一秒就穿進了恐怖遊戲，耳邊是詭異的電子音。歡迎玩家進入 S 級副本都市怪談，通過副本內的所有怪談關卡，即為通關，時限5天，當前玩家人數50人。陰冷潮濕的街道上，面前是一棟灰色大樓，一陣陰嗖嗖的涼風刮過，所有人下意識抱緊了發抖的身體，只有我面無表情，神色憂鬱，因為這是我的人設，實際我的內心已經在瘋狂土撥鼠尖叫了。媽媽，這裡究竟是哪裡啊？好害怕！旁邊已經有膽小的妹子替我哭了出來，一個小混混踢了一腳身旁的路燈。媽的，這究竟是什麼鬼地方？突然他頓住，呆愣地看着我，只見昏黃的路燈下，我安靜地站在那裡，滿臉的憂鬱和沉靜，和周圍的驚慌失措截然不同。我滿腦子只有面前的路燈，這可是打造憂鬱人生的氛圍感神器，因此我立馬站到了路燈下。正當我還在維持人設時，人群中忽然傳出慘烈的尖叫。我抬頭望去，只見無邊的黑暗中，似乎有一種奇怪的東西正在蠕動，將幾個玩家吞噬。緊接着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聲，所有人嚇得四散逃離。我退後了2步，但最後還是忍住了。我直接靠在了路燈上，45度抬頭仰望天空，露出我標準的下顎線。跑肯定是跑不過怪物的，既然如此，在死前我也要維持住我的憂鬱人設，哪怕是死也要體面。可奇怪的是，隱藏在黑暗中的怪物並沒有攻擊我。正疑惑時，旁邊一道女聲傳出：快去有光的地方，這些怪物怕光！我被撞得一個踉蹌，差點沒維持住人設。果然，來到有光線的地方後，怪物就消失了。這時一男一女打着手電筒走了過來，他們自稱是這裡的老玩家。悠悠，虎哥，他們是誰啊？不知道啊，沒見過。可能是來幫忙的。簡單的自我介紹後，兩人開始向玩家解釋現在所處的地方。剛剛的怪物是這個遊戲裡的第一個怪談，影子先生。想要回到現實世界，就必須通關這個遊戲。這個影子先生比較怕光。聞言，所有人都用怪異的目光看着我。夭夭看向我的目光深沉。你作為一個新人，不僅能這麼冷靜，還能在這麼短的時間找到通關方法，真是厲害。我有些尷尬，總不能說我其實什麼都不知道，就是為了裝憂鬱，但說出來會破壞我的人設，所以我只是淡淡的點了點頭。很快我們就進入了面前的大樓，準備入住。夭夭說，雞蛋不能同時放在一個籠子，為了避免全軍覆沒，每人一間房間，但有的房間會出現怪物，能不能通過這一關卡，全憑幸運。夭夭和虎哥都選了3樓的房間，其他人見狀連忙選在了他們附近的樓層。為了維持自己的憂鬱人設，我沒有去搶房間，最後剩下的房間只有44層的404號房。其他玩家紛紛用可憐的目光看着我，我表面淡然無波，實則內心快要崩潰了。天殺的，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一個憂鬱文靜內向的小女孩？這時眼前飄過彈幕，完了，這些人死定了。雙數的樓層和房間號的怪物都非常厲害，他這44樓層和404個房間號 buff 疊滿了，誰讓他一直擱那兒裝？看到這裡我更想哭了，但還是忍住了，因為憂鬱是我的代名詞。進入404房間後，我才發現我所處的副本居然是日本背景。雖然是恐怖世界，但好歹也算是來了一次東京。我不斷地安慰自己。來到臥室後，我打開衣櫃一頓翻找，彈幕有些好奇，他在幹嘛？為什麼要翻衣櫃？我記得衣櫃裡沒線索和道具啊。下一刻我拿出了一整套 JK 制服，摸着柔軟的布料，我興奮得熱淚眼眶。媽媽，我穿上正版 JK 了，而且這款還是絕版5位數呢。我現實世界的家庭重男輕女，導致我只能穿拼夕夕9塊9包郵的劣質 JK。我將正版 JK 換上，打量着鏡中的自己，十分滿意。不愧是5位數的絕版，穿上簡直美爆了。彈幕震驚了，
都什麼時候了，還在那臭美，這不是找死嗎？站在鏡子前欣賞夠後，我隨意的打開電視，想營造出深夜的家。我躺在沙發上孤獨入睡的憂鬱畫面。可剛打開電視，我就渾身僵硬了。是贞子，差點叫出来。只一眼我就認出這是大名鼎鼎的贞子了，我差點驚叫出聲，可看到彈幕後硬生生忍住了。不行，要冷靜，不能破壞我的憂鬱少女的人設。周大姐没事吧？看到贞子了還不趕緊跑，一會兒贞子就爬出來了。我手一抖，忍着恐懼，抱着抱枕躺在了沙發上。我閉着眼，心裡不斷默念：妖魔鬼怪，快離開！妖魔鬼怪，快離開！下一刻，一只冰冷黏膩的手抓住了我的腳踝，我顫抖地睜開眼睛，愣住了，隨後立馬坐起身，扒開贞子的黑色長髮，眼中的驚豔一閃而過。先天憂鬱聖體好美！我驚呼出聲，贞子也愣住了，抓住我的腳，一時不知作何反應。我眼睛滿是欣賞，這蒼白的皮膚，這消瘦的臉，這烏黑的瞳孔和長髮，還有眼下的一點淡淡的烏青，簡直氛圍感拉滿了。唯一的缺點就是劉海很長，少了一絲被風吹起時髮絲飄動的凌亂美。我心癢難耐，直接拿起一旁的剪刀，然後抓住贞子的頭髮，輕聲哄勸：寶寶真美，但還差一個氛圍感劉海。我拿着剪刀動作嫻熟，3秒鐘就剪了一個超級氛圍感劉海。我滿意的點點頭，忍不住給自己鼓掌。彈幕被我這波操作給震驚了，气懵了，徹底懵了，居然看到玩家給贞子剪頭髮。不過說實話，這劉海剪得還挺好的，比那什麼總監設計師剪得好多了，還是我98。贞子在我的瞳孔中看着自己現在的模樣，果然好看了很多。她有些矜持地捋了一下耳邊的髮絲，然後深深朝我鞠了一躬。ありがとう。我笑了，沒有一個日本女人可以拒絕超有範圍感的齊劉海。貞子摸着自己的劉海，心滿意足地重新爬回了電視裡。我虛脫地躺在沙發上，總算送走了。唉，天亮了，冰冷的電子音又出現了。倒計時3天，存活玩家30人，距離通關副本還剩3個關卡。天亮之後進入安全時間，期間不會出現任何危險。總算可以鬆口氣了。來到樓下和其他玩家會合，眾人見我安然無恙地從404存活下來，全都神色震驚。虎哥看向我的目光變了，沒想到作為一個新人，居然可以活着走出404，要考慮加入我們嗎？所有人都以為我會同意，畢竟夭夭和虎哥在恐怖遊戲世界都小有名氣，和他們結盟等於抱上大腿。我確實很想結盟，但我憂鬱少女的人設不允許我這麼做，只有獨來獨往才能顯出我憂鬱獨特的氣質，所以只能含淚拒絕。我眼神中露出3分漠然，3分沉靜，還有4分陰暗憂鬱。謝謝，我習慣一個人。虎哥有些意外，他沒想到我會拒絕。彈幕見狀紛紛對我展開了嘲諷，僥倖活下來，還真拿自己當盤菜了。我看到時候遇到怪物，你要怎麼哭着求爺爺告奶奶？我沒有管彈幕的嘲諷，畢竟站在巔峰就要受盡無數的辱罵，我已經習慣了。突然，一個穿着圍裙的肌肉男凶神惡煞地來到我的面前。喂，你究竟是怎麼通關的？他一靠近我便忍不住皺起了眉，差點給我幹吐了。這人似乎是個殺豬的屠戶，昨天選房間時仗着自己的殺豬刀一起穿進了遊戲世界，去搶奪別人的房間。我皺起眉，告訴你對我有什麼好處？彈幕紛紛指責我，這女的一看現實就是撈女，張口閉口談利益。就是，來到這裡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換裙子。殺豬男用惡心黏膩的眼神上下掃視着我。你要是告訴我，我不僅會保護你，還會讓你每晚都……我嗤笑一聲打斷。你是殺豬時把豬腦子安在身上了嗎？雖然很想翻白眼，但為了人設，只是冷淡地掃了他一眼。殺豬男聽了瞬間漲紅了臉，罵罵咧咧地想動手。我虛張聲勢，你信不信我讓你活不過今晚？殺豬男舉起的拳頭僵在半空，似乎是被我瞳孔中的陰鬱給震懾住了。笑話，這可是我為了營造憂鬱人設，特意在網上精心挑選的大1號純黑色直徑美瞳，初看感覺憂鬱深沉，但對視久了就會給人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。果然，殺豬男悻悻地放下了拳頭。很快就到了晚上，我重新回到了404號房間。根據系統提示，還剩3個關卡就可以通關了。不知道今晚會遇到什麼詭異，但如果實在逃脫不了，只希望自己不要死得太難看，不然對我的人設不好。等了好久都沒什麼動靜，我無聊地待在客廳裡看電視。很可惜貞子小姐今天並沒有出現，不然我還想再給她改造一下。突然門外傳來了被大力拍打的聲音，我以為是怪物來了，可卻聽到了殺豬男的聲音。我皺着眉上前將門打開，剛打開門就被使勁推了一把，差點將我推得摔倒在地。殺豬男環顧四周，罵罵咧咧道：剛進副本就感覺你不對勁，一個新人還是女人，剛進遊戲就能迅速找到破解方法，現在還在這個最凶險的房間活了下來，這裡面一定有貓膩。
你是不是藏了什麼道具？我刚想說什麼，就见杀猪男神色突然变得惊恐。他双眼圆睁，喉咙里发出惨烈的尖叫。他身上纏滿了漆黑的触手，漆黑的触手撕扯着他，硬生生将他扯得四分五裂。看到这如此血腥的一幕，我胃里翻涌，差点没忍住呕吐出来。但看着面前疯狂跳动的弹幕，还是忍住了。这麼多人看着呢，我深吸一口氣，剛緩緩轉過頭，就和一張纏滿繃帶的臉撞上，瞬間心率飆升到頂峰。當我看清楚怪物的模樣後，內心瞬間就升起一股無名火。這個怪物居然是瘦長鬼影，這是我最喜歡的怪物，因為每一個元素都完美長在了我的神秘點上。瘦長的身體看上去脆弱易折，十分的惹人憐愛。黑色西裝和帽子增添了幾分禁慾，而臉上的白色繃帶更是仙品，不僅增加了神秘感，還因為看不到臉變得更有氛圍感了。這不妥妥的潮式阴鬱男詭異嗎？最重要的是還有黑色觸手，簡直戳爆我的審美。彈幕紛紛對我展開了同情。瘦長鬼影可沒有頭髮，這下他估計真完蛋了。一旦將物恐懼值達到80，瘦長鬼影就會對他動手。不過你們不覺得有些奇怪嗎？將物心率都飆到130了，按理來說應該會很害怕才對。不會是出 bug 了吧？就在众人疑惑時，只見我熱淚盈眶的大喊：“爸爸！”彈幕徹底炸了，爸爸！彈幕徹底炸了。我靠，這叫將物的是瘋了嗎？家人們起猛了，看見玩家叫怪物爸爸了。什麼啊？這女的一看就是叫習慣了，以為怪物也會吃這一招呢。第一次見到真的瘦長鬼影，我有些羞澀。那個，您的西裝有點破舊了，需要我給您改一下嗎？瘦長鬼影沉默了，可我對他沒有恐懼值，所以他無法對我動手。見他沉默，我眼疾手快地扒下了他的西裝外套，內心瘋狂，土撥鼠尖叫。瘦長鬼影絕版周邊賺了。瘦長鬼影抱住自己瘦弱的軀體，瑟縮在角落裡，顯得弱小又可憐。嘖，更好磨了。我努力清除腦子裡的黃色廢料，飛快地拿起針線，改成了一件適合瘦長鬼影的西裝外套。因為家裡窮，所以大多時候我都是自己做衣服穿的，這點針線活根本不在話下。瘦長鬼影穿上西裝外套後，我上下打量着滿意極了。他原先的西装外套略顯臃腫，但經過我的改良後，瞬間變得十分挺拔，將瘦長鬼影襯托的寬肩窄腰、翹臀長腿。吸溜，我好像更愛了。瘦長鬼影滿意地看着身上的西裝，他摘掉了頭上的帽子，像中世紀貴族那樣對我鞠了一躬，動作優雅紳士，隨後將帽子戴在了我的頭上，接着下一刻便消失不見。這時系統音響起，恭喜玩家將物獲得高級道具瘦長焦影先生的帽子。該道具可以用來抵禦外敵哦，平常不用時可以隱形，倒計時2天，存活玩家20人，距離通關副本還剩2個關卡。隨着剩餘的關卡越來越少，天黑得越來越快。這一次的任務是去一家商店，眾人正準備出發，天空中突然下起了血雨，所有玩家見狀紛紛縮在大樓裡不敢出來。誰知道出去了會發生什麼？我卻雙眼一亮，東京街道、雨天、潮濕和憂鬱的我，這簡直是為我的憂鬱人設量身打造的。終於我再也忍不住了，麻利地戴上白色耳機，順手再拿上一把透明雨傘，衝着一地猩紅的血雨中跑去。哦對了，不能跑，會影響我的人設。我漫步在寂靜的街道，其他玩家看我沒有出事，紛紛效仿我的行為，找到雨傘，進了血雨。在路過一個巷口時，一個女人擋在了一名玩家面前。你好，我沒有傘，可以和你打同一把傘回家嗎？玩家恐懼地退後2步，朝他撕心裂肺的大喊。女人恍若未覺，她歪着頭咧嘴一笑，接着伸出手，硬生生扭斷了男人的脖子。天空的血雨似乎下得更大了，女人撿起男人掉落的傘。真是的，雨又大了，但幸好我有雨傘了。我撐着雨傘繼續在街上漫步，聽着耳機裡帶着微弱電流的 emo 歌曲時，一個男人擋住了我，他蒼白英俊的臉上緩緩露出一個笑容。小姐你好，下雨了，我沒有傘，好冷。可以和你共同撐一把傘回家嗎？可以和你共同撐一把傘回家嗎？那一刻，我激動的心情瞬間到達了頂峰。我勒個 DK 男神啊！這蒼白俊美的臉，還有寬肩窄腰和長腿，簡直是我的終極理想。要知道，我做夢都想和一個 DK 美男一起撐傘在雨中漫步，那畫面實在是太有氛圍感了。我欣然同意，但為了維持自己憂鬱少女的人設，還是一臉的淡然，只有眼睛裡似乎有一抹化不開的憂傷。開。當然可以，我的榮幸。我撐着傘和憂鬱男一起走在街上，可越走越感覺不對勁兒，我的手開始不受控制的抬高，扭頭一看，原本只高我一個頭的憂鬱少年，此刻卻越長越高。我睜大眼睛踮起腳，雨傘也撐得越來越高。男人低下頭，既然答應要給我打傘，那就千萬不要讓我淋濕哦，否則我會生氣的。最後一句話帶着刻骨的陰森，我發現彈幕炸了。
好可怕！江雾這運氣也太差了吧，居然碰到了副本内隱藏的大 boss。我咽了一口口水，突然想起了因为完成上一輪的任務，系統獎勵給我的提示紙條。當發現不合理的情況時，請裝作無事發生，千萬不要讓詭異覺得你發現了。他突然彎下腰，笑得散漫。你的手為什麼突然舉得這麼高了？我腦子開始瘋狂搜索應對方法，可想來想去，全是凌晨2點半發的那些emo文案。看着他不斷長高的身體，我靈機一動，大聲道：“因為被愛會長出血肉。”男人愣住，像是沒想到我會這麼說，彈幕又炸了。第一次見大 boss 露出這種迷茫的神情。別說大 boss 了，我也迷茫了。我趁熱打鐵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和你說，那就是我喜歡你。男人猛地瞪大了眼睛，身體也在這一刻停止生長，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。我看着他已經3米的身高，仰頭朝他大聲道：“我希望你不要再長高了，因為這樣就不能再替你撐傘了，就無法和你走在一起。我很傷心。”男人瞳孔一顫，我深吸一口氣，下一秒，我一把扔掉手中的雨傘，任由血雨將我淋濕，然後猛地撲進他的懷裡，緊緊抱住他的腰，順便又摸了2把結實的腹肌。我用充滿感情的嗓音說道：“如果你無法停止生長，那我願意和你一起淋雨。”這也太會聊了吧，聽得我都心動了。我勒個乖乖，感覺自己不像在看恐怖直播，倒像是在看純愛日漫。我閉着眼睛，因為恐懼，身體忍不住輕微的顫抖。可男人身上淡淡的海洋木松香，卻讓我下意識放鬆了身體。這是我最喜歡的味道。許久後，傳來男人有些扭捏的聲音：“淋雨容易生病，還是撐傘吧。還有，可以放手了嗎？你勒得我快喘不過氣來了。”我鬆開他，抬起頭，他已經恢復成了剛才的正常身高，但仍比1.7米的我還要高出一個頭。打起傘來還是有些吃力。男人抿了抿唇，突然拿過我的傘：“還是我來吧。”我側頭看他，一張蒼白清俊的臉板着，淡色的唇抿得很緊，可耳垂卻紅了。見我看他，他低下了頭，手中的傘不自覺往我這邊又偏了偏，將我整個人緊緊護在傘裡，而他被血雨淋濕了大半。我笑了笑，從兜裡掏出來一個有線耳機，一邊戴在他的耳朵上，一邊戴在我的耳朵上。只見他原本只是微微泛紅的耳垂，瞬間變得比血雨還紅。我們終於來到黑夜中唯一亮着燈的商店。臨別時，我將那把雨傘遞給了他：“別淋濕了，我會傷心。下次下雨記得來接我。”彈幕仿佛要爆炸了。我是不是調錯頻道了？這真的是恐怖直播嗎？好磕，大 boss 好純情啊！其他玩家和詭異殊死搏鬥，這兩人……他站在原地扭捏的不行，在我不耐煩準備收回雨傘時，卻一把搶過。好，你等着我，我等着雨。這時，其他幸存玩家也陸陸續續到達，臉色慘白，看上去極為狼狽。系統音響起，倒計時1天，存活玩家10人，距離通關副本還剩1個關卡。我心一驚，不愧是 S 級副本，居然這麼厲害。50人，現在只剩下10人了。等待的時間因為太過無聊，我開始在商店挑選商品。想起剛剛的男人，我唇角一勾，拿了一束純白的玫瑰。雖然不知道商店為什麼會有這個東西，但我只知道這束白玫瑰和我的憂鬱氣質配極了。天亮之後，我又拿了一盒壽司和飲料，在便利店吃了起來。其他玩家似乎受了很大的刺激，都不敢吃。很快，夜幕再次降臨，天空又下起了血雨。之前的關卡，大家都不知道會遇到什麼怪物，但這次虎哥用了一個道具，是一面鏡子，似乎可以知道下一個關卡是什麼。他的臉色十分難看，只見鏡子上赫然出現4個血紅大字，雖然簡短，但這說明今晚所有的怪物都會出現。那難度顯然是地獄級的，已經有不少新人忍不住哭了出來。我表面冷靜，內心也快崩潰了。一陣陰風颳過，玻璃門突然打開，這突如其來的動靜讓所有人都如臨大敵，死死盯着門店外。一雙沾染着血液的黑色皮鞋率先進了商店。當看清那張臉時，我眼睛一亮，透明雨傘下是一張蒼白俊美的臉。他無視那些玩家驚恐的目光，走到我面前，耳根泛紅，有些結巴道：“我遵守承諾，來接你回家。”聽到這句話，我雙眼更亮了。有了他的保護，我應該可以順利通關遊戲吧。在所有人驚恐的注視下，我和他一起出了商店。男人回過頭，鼻尖便觸碰到一捧柔軟的花瓣，散發着淡淡的清香。送我的？語氣顯得有些不可置信。我點了點頭。為什麼？男人結結巴巴地問。因為我也想和你要一個禮物。
什么？男人低下了头，不敢和我对视。你的名字？我想知道你的名字。男人有些困惑。只有这个吗？我以为你会和我要道具的。我神色认真，在我心里，道具比認識你更重。男人瞬間漲紅了臉。我叫沈清河。沈清河，真好聽，我非常喜歡。沈清河聞言臉更紅了。雨傘下，我們的手自然下垂，手背卻忽然不小心碰到了一起。沈清河一抖，脖頸染上一層绯紅，慌亂的想把手往身後藏去。我直接上手拉住他的手。姐這麼多年的純愛動漫不是白看的。沈清河顫抖了一下，沒有甩開，就這麼任由我牽着。走到一半時，一個女人突然攔住了我們，她的嘴向兩邊撕裂成了一個巨大的口子，手裡是一把巨大的剪刀。我一眼就認出這是裂口女，她朝我怪笑。我的嘴巴漂亮嗎？我知道裂口女的故事，如果回答不漂亮，她就會生氣，然後用剪刀剪爛玩家的嘴巴。可如果回答漂亮，她就會說，既然你覺得漂亮，我也要把你的嘴巴變成這樣。無論哪個選項，都是死局。正當我陷入兩難的困境時，沈清河一把打掉了裂口女手裡的剪刀。都沒她漂亮。我愣住了，裂口女愣住了，彈幕愣住了，系統也愣住了。下一秒，系統發出警報。警報！警報 ！NPC 不許干擾正常遊戲 ！NPC 不許干擾玩家正常遊戲。沈清河神色氣惱，我攔住了他。沒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我將手中的那捧白色玫瑰遞給他，說道：“把它插入水裡，應該還可以活很久。就麻煩你先幫我照顧好它啦。”沈清河有些結巴：“不是送我的嗎？”我笑了笑：“這束花還沒有裝飾好，等下次我裝扮好了再送給你。”彈幕瘋狂跳動。我靠，這姐也太會撩了吧！一出口就是情話，看把我們大 boss 撩的。啥？這時候我才注意到彈幕，我看着面前對視就會臉紅的男人，這玩意兒是 boss， 未免也太純情了吧。但撩漢之餘，我還沒忘記維持憂鬱人設和完成任務。我轉過頭哀傷的對裂口女說：“美麗是多元素的，姐姐，為什麼要在意別人的看法？”裂口女愣住了，她看着我雙眼裡的哀傷，沒有恐懼和惡心，只有無盡的悲傷，仿佛真的在為她感到心痛。恍惚中，她摸上自己的嘴角，我蹲在地上，用手指沾了地上的一點血雨，然後塗抹在的嘴角上，畫出相似的嘴角，然後看着她的眼睛認真的，無論你是什麼樣子，我都覺得你很漂亮。裂口女沉默許久，將自己的剪刀遞給了我，我接過這把鏽跡斑斑的剪刀。系統提示：恭喜玩家獲得高級道具裂口女的剪刀，該道具是攻擊屬性。我神色一喜，加上瘦長鬼影先生的帽子，這下我防禦攻擊都有了，並且通過了裂口女這關。我還獲得了額外的系統提示，只是等我再次抬頭，裂口女和沈清河都消失不見了。我根據系統的提示繼續往前走去，走着走着來到了一所公寓，看來這就是系統提示有離開副本鑰匙的地方了。我走進了公寓，這裡面似乎很久都沒有人住了，家具上覆蓋着一層薄薄的灰塵。我開始尋找線索，卻在房間裡發現了一個相冊，打開一看，頓時愣住，裡面的人居然全是我，是很多個不同角度的我，看上去像是偷拍的。我瞬間毛骨悚然，媽呀，有變態！勉強壓下心中的恐慌，將相冊收好，四處翻找後，又在枕頭下找到了一本日記本。當看到扉頁的姓名是沈清河時，我愣住了，這裡居然是沈清河的家。我翻開日記，一頁頁地讀着。6月21日，雨。曾經的我一直很討厭下雨天，因為我是沒有家的孩子，沒有爸爸媽媽來接我回家。直到今天，當你撐着透明雨傘來到我的面前，身上散發着海洋松木香的味道，我忽然覺得下雨是個不錯的天氣。12月21日，下雪了，很冷，我的衣服又破了。你發現了我的窘態，拿出針線替我縫補好了衣服。那一刻我似乎覺得不冷了，甚至覺得身上非常暖和。3月17日，晴，春天到了，今天是一個晴朗的日子。你拿出剪刀，替我剪了遮住眼睛的劉海。你對我說，你的眼睛很好看，像星空一樣，不應該藏起來。這是我第一次被人誇獎，那一刻我感到無比幸福。江霧，我喜歡你，我願意為了你去死。6月21日，今天是我們第一次相遇的日子，悶熱的梅雨季。正如我對你的愛意一般，我很想和你告白，可惜我是個生活在陰暗角落裡的膽小鬼。
9月23日，我曾经一直很疑惑，如果父母不爱孩子，为什么要選擇把他生下來呢？這是我被關在地下室的第3天，他們帶着弟弟出門旅遊去了。我總覺得我會死在這裡。9月30日，江霧，這是我的遺言。原諒字有些醜，因為我實在沒力氣了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終於堅持到了你生日這一天。江霧，生日快樂！如果有來生，我想替你撐一次傘。我沉默地蹲在原地，手裡的日記像個燙手山芋，不知道該丟掉還是拿着。從小生活在重男輕女家庭的我，在任何場合都是透明人的我，居然也一直在被默默關注。我深吸一口氣，來到了公寓的地下室。如果沒猜錯的話，離開的鑰匙應該就在這裡。地下室的鎖已經鏽跡斑斑，看上去似乎已經過去很多年了。我拿來鐵錘，將鎖用力砸開，小心翼翼地推門進去。陰暗潮濕的地下室，一縷陽光透進，我看到了一副蜷縮在地上的白骨，白骨的身旁是2行血字：江霧，生日快樂，我喜歡你。我靜默在原地很久，直到眼眶有些酸澀才走上前去。我蹲下身咬破自己的指尖，然後在旁邊寫下1行字：謝謝，你的生日祝福我收到了，我也喜歡你。身後傳來腳步聲，我回過頭看到了站在門口的沈清河，他穿着乾淨的白色襯衫，懷裡抱着被精心養在花瓶裡的白玫瑰。沈清河面色難堪。你都知道了。我點了點頭。對不起，我的喜歡是不是讓你感到很惡心我沒有說話，走上前踮腳吻上他的唇。沈清河愣在原地沒有動作，見他和木頭一樣，我有些生氣。笨蛋，難道你不知道和女孩子接吻時要低頭嗎？下一刻，沈清河掐住我的脖頸，兇狠地吻了下來。與此同時，系統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，這一次不再是冷冰冰的。恭喜玩家江沃獲得鑰匙純白玫瑰。正迷茫時，沈清河從花瓶中拿出一支白色玫瑰遞給我。還記得我們初次相遇的小巷嗎？那就是你離開的門。那你怎麼辦？我吸了吸鼻子，突然有些想哭。沈清河笑了笑。我們會再次相遇的，但不是這裡，你該回去了。看着陸清河的那雙眼睛，我終於想起10年前和他的經歷，我嗓音艱澀。可我明明記得你當時叫陸時安。陸清河笑了笑，因為你曾經對我說過，希望我的每一天都清明和暖，所以我給自己改名沈清河了。我是為了愛你而生的。離開時，我在街上遇到了夭夭和虎哥，看上去十分狼狽，可眼睛裡卻全是駭人的瘋狂。與此同時，系統音提示當前玩家人數3，所以說現在活着的人只有我和夭夭、虎哥。我說怎麼找不到你人，原來是在大 boss 的家。虎哥上下打量着我，聽說你得到了2個高級道具，拿給我。我歪着頭輕輕一笑，做夢。兩人神色一變，夭夭掏出槍頂上我的腦門，找死！話音剛落，夭夭猛地扣動了扳機，但我被爆頭的畫面並沒有出現，一頂黑色帽子戴在了我的頭上，我完好無損。夭夭則慘白着臉，這不可能！你怎麼會有這麼高級的道具？虎哥神色一變，想動手，我迅速拿出夜口女小姐給我的剪刀，對着兩人咔嚓咔嚓剪了幾下。隨着撕心裂肺的喊叫聲逐漸平息，兩人就這樣被我淘汰了。如果我沒猜錯的話，其他玩家之所以會死得這麼快，並不全是因為詭異，而是因為這兩人。因為我表現太過優異，系統給了我一個提示，只要玩家死得夠多，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提示紙條。所以那些新手玩家是被夭夭和虎哥拿來利用找線索的。解決完兩人，來到了跟沈清河初次相遇的地方。我將那朵白色玫瑰插在了巷角的縫隙中，原本陰暗狹窄的小巷頓時出現溫暖的白光。我走進小巷，系統音在耳邊響起：恭喜玩家江沃通關都市怪談副本。再次睜眼，我回到了現實世界。我循着記憶來到了沈清河家，透過窗戶，我看到了沈清河的家人，場面十分溫馨。不，他們不是沈清河的家人，是害死他的罪犯。我要報警。沒多久，警笛聲響起，我和警察一起來到了地下室。再次推開地下室的門，我又看到了化作白骨的沈清河。別怕，這一次讓我帶你回家。警笛聲刺破寧靜的街道，沈清河家的別墅被警戒線圍得水泄不通。我站在門外，看着警察們進進出出，我指尖冰涼的手
還攥着那本染着歲月痕跡的日記，剛才在地下室看到的白骨，還有那早已乾涸卻依舊刺眼的血漬，在我腦海裡反覆回盪，心口像是被重物壓住，悶得發慌。江小姐，麻煩你跟我们回警局做個詳細筆錄。我點了點頭，只是眼底深處藏着無法掩飾的波瀾。坐上警車，窗外的風景飛速倒退，像極了那些被遺忘在時光裡的記憶碎片。10年前那個梅雨季，我在放學路上撿到了蜷縮在巷口的少年，他穿着破舊的衣服，渾身濕透，眼神怯懦卻又乾淨。我把自己的雨傘遞給了他，別怕，雨停了就好了。我因為重男輕女的家庭，也總覺得自己像個多餘的人。2個孤獨的靈魂就這樣有了交集。我會偷偷把攢下來的零花錢給他買麵包，會在他被弟弟欺負後拿出針線幫他縫補撕破的衣服，會在他自卑的低着頭時告訴他，你的眼睛很好看，像星空一樣。我以為那些只是年少時不起眼的善意，卻沒想到竟成了支撐他走過黑暗歲月的光。警局的筆錄室裡燈光慘白，我一邊回憶，一邊緩緩訴說着10年前的往事，還有看到的日記和地下室的場景。我的聲音微微顫抖，指尖用力到泛白。警方很快展開了深入調查。沈清河的家人起初還百般抵賴，聲稱沈清河是離家出走後失蹤的，但隨着法醫對白骨的鑑定結果出爐，以及日記還有在地下室找到的相關等證據，他們的謊言不攻自破，他們為自己的冷漠和殘忍付出了代價。走出法院的那一刻，陽光刺眼，我卻忽然覺得心裡空落落的。我抬頭望着天空，一如既往地維持着憂鬱的人設，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心裡的某個角落正在悄悄崩塌。回到現實生活後，我以為一切都會回歸正軌，但沒想到副本的直播在詭異界火了。我給貞子剪劉海，給瘦長鬼影改西裝，撩得沈清河臉紅心跳的片段，全成了頂流名場面。從那天起，我的生活徹底變了樣。早上出門，家門口總會擺着各種奇奇怪怪的禮物，沾着露水的黑色曼陀羅，會自己發光的蜘蛛絲，還有貞子托人送來的同款假髮。上學路上，會說話的烏鴉俯衝下來。求一毛文案，求一毛文案。怎樣才能變憂鬱有氛圍感？月季叢裡的小刺蝟會探出頭，這些詭異生物都很有分寸，只在沒人注意的時候出現。可次數多了，我還是有些招架不住。有一次上體育課，我躲在操場角落喘口氣，一只巴掌大的小蝙蝠突然鑽出來。請問你和陸清河的排序發展是什麼樣的？舉着迷你攝像機要給詭異電視台錄獨家採訪，嚇得我趕緊把它塞進校服口袋，強裝鎮定地逃離了現場。更讓我困擾的是，自從副本回來後，我總能感知到一些詭異的殘留氣息。深夜裡，窗外會傳來若有若無的低語，難道是副本的後遺症？我皺着眉，心裡有些不安。我想起副本裡那些瘋狂的彈幕，想起沈清河紅着臉說“我來接你回家”的模樣，忽然覺得有些迷茫。那個面對貞子面不改色，懟起人來毫不手軟，敢抱着 BOSS 喊“我願意和你一起淋雨”的女孩，真的是我嗎？就在我陷入迷茫時，手機彈出一條陌生消息，想再次見到沈清河嗎？舊校舍密文副本即將開啟，這是你們唯一的機會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你是誰？沈清河還活着嗎？對方沒有回答，只是發來一個定位。看着定位上顯示的廢棄第3中學，我心裡充滿了猶豫。我知道副本有多危險，可一想到沈清河，想到地下室裡的白骨，想到他紅着臉把傘往我這邊挪，我就無法拒絕。午夜12點，我準時來到了廢棄的第3中學。學校的大門早已鏽跡斑斑，在月光下顯得格外陰森。我深吸一口氣，一步步走了進去。校園裡雜草叢生，教學樓的窗戶黑洞洞的，像一個個猙獰的眼睛，空氣中彌漫着潮濕的霉味，還有一絲淡淡的血腥味。沈清河，你在哪？我輕聲呼喊的聲音在空曠的校園裡回盪，沒有回應，只有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，像是鬼魅的低語。來到教學樓前，突然聽到2樓傳來一陣鋼琴聲，那琴聲悠揚，卻帶着一絲悲傷，正是我在副本裡給陸清河戴耳機時聽的那首 emo 歌曲。我眼睛一亮，快步跑上2樓。鋼琴聲來自一間教室，我推開門，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坐在鋼琴前。沈清河！我激動地喊出聲，臉上依舊是那副蒼白俊美的模樣，只是眼神裡多了一絲淡淡的憂傷。你真的在這裡？我快步走到他面前，眼眶有些泛紅。你不是說我們會在現實世界相遇嗎？為什麼會在這裡？沈清河苦笑了一下，伸出手，我卻發現他的手掌有些透明。我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活着。上一次你通關後，我本應該消散，卻因你在地下室留下的那句“我也喜歡你”，產生了某種因果，我這才得以保留一絲殘魂。這個副本是連接現實與詭異世界的通道，也是我唯一能暫時凝聚形體的地方。我愣住了，伸出手輕輕觸碰他的手掌，冰涼的觸感傳來。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你能一直這樣存在嗎？沈清河搖了搖頭。這個副本的能量極不穩定，想要讓我真正得以安息，或者找到重新活下去的方法，我們需要通關這個副本，找到隱藏在背後的真相。就在這時，冰冷的電子音響起，
歡迎玩家將誤沈清河進入 A 級副本舊校舍秘聞。副本任務：調查舊校舍廢棄的真相，找到禁忌樂譜和靈魂容器，時限3天。當前玩家人數5人。這時教室裡陸續走進來3個人，只是他們看起來神色憔悴，眼神裡充滿了恐懼。居然是沈清河，他不是副本 BOSS 嗎？管他是什麼身份，這個女人和 BOSS 在一起，肯定密謀了什麼來害我們的。另一個短髮女生警惕地看着我，皺了皺眉，還沒來得及解釋，沈清河就上前一步將我護在身後。我不會傷害任何人。他的眼神冰冷。我們的目標是通關副本，找到真相。如果你們願意合作，我可以提供幫助；如果不愿意，也請不要碍事。那3個玩家被沈清河的气勢震慑住，不敢再多說什么。他們都知道，沈清河作為曾經的副本 BOSS， 肯定對副本的規則和詭異有所了解，和他合作通關的幾率會大很多。那現在我們該怎麼做？舊校所廢棄的原因肯定和詭異有關。根據副本提示，我們需要找到禁忌樂譜和靈魂容器。鋼琴聲是線索，我們先從音樂教室開始調查。眾人點了點頭，跟在沈清河身後。走廊裡的燈光忽明忽暗，偶爾還能聽到教室傳來的哭聲和笑聲，讓人毛骨悚然。短髮女生忍不住問道，聲音有些顫抖：這裡曾經發生過什麼？傳聞10幾年前，這所學校的音樂老師蘇婉清因為失戀在音樂相識，她死前一直在彈奏一首自己創作的樂譜，也就是禁忌樂譜。沈清河緩緩說道。自從她死後，學校裡就怪事不斷，最後只能廢棄。我問道，那靈魂容器是什麼？蘇婉清的靈魂被困在了這裡，靈魂容器應該是能承載她靈魂的東西，可能是她的遺物，也可能是和她死亡相關的物品。找到這2樣東西，我們就能解開舊校舍的秘密。沈清河解釋道。我們來到音樂教室隔壁的辦公室，這裡就是我們以前的教室。我在一個抽屜裡找到了一本泛黃的教案，教案的最後一頁畫着一個奇怪的符號，旁邊寫着3樓天台午夜1點。這是什麼意思？戴眼鏡的男生湊過來好奇地問道。可能是蘇婉清留下的線索。沈清河看着那個符號，眼神凝重。我們去3樓天台看看。等待的時間總是格外漫長，眾人躲在音樂教室裡，不敢輕易出去。我靠在沈清河身邊，感受着他身上淡淡的海洋松木香，心裡的不安漸漸消散。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在副本裡相遇的場景嗎？我轻聲問道。沈清河轉過頭，眼底帶着溫柔的笑意。當然記得，你撐着透明雨傘，穿着 JK 制服，在血雨裡漫步，像一道光闖進了我黑暗的世界。那一刻，我就認出了你，是10年前那個給我雨傘和飯糰的小女孩。我有些驚訝，原來你早就認出我了。在你進入都市怪團副本的那一刻，我就感受到了你的氣息。你和10年前那個眼神裡帶着一絲孤獨的小女孩一模一樣。我的心裡泛起一陣暖流，原來自己一直被她默默記掛着。我抬起頭看着沈清河的眼睛，認真地說：沈清河，這一次我一定會幫你找到真相。沈清河笑了笑：傻瓜，我更想讓你平安無事。午夜1點，眾人準時來到3樓天台。天台的門虛掩着，推開房門，一股濃烈的血腥味撲面而來。天台上，一個穿着白色連衣裙的女人背對着我們，她的頭髮很長，垂到腰際。蘇婉清，我輕聲喊道。女人緩緩轉過身，露出一張蒼白的臉。你們是誰？為什麼闖入我的領地？她的聲音冰冷，帶着濃濃的怨氣。我們知道你的故事。沈清河上前一步，擋在我身前。你是被人害死的，對嗎？蘇婉晴的身體猛地一震，眼神裡閃過一絲痛苦。害死我的人，是我曾經最愛的人。他偷走了我的樂譜，還污蔑我抄襲。我身敗名裂後，還把我騙到這裡殺了我，將我的屍體藏在了天台的水箱裡。眾人聽了，都露出了震驚的神色。這種人簡直不配活着。蘇婉晴的怨氣越來越重，身上的黑氣開始彌漫。我不甘心，我要報仇，我要讓所有殺過我的人都付出代價。你的仇恨只會讓你永遠被困在這裡，真正的解脫不是復仇，而是放下。你還有未完成的心願，不是嗎？你想讓世人知道真相，想讓你的樂譜被真正認可。蘇婉晴愣住了。放下？我怎麼可能放下？我可以幫你。我從口袋裡拿出手機，打開錄音功能。你把真相說出來，我會讓所有人都知道你的樂譜在哪裡。我會幫你發表，讓更多人聽到你的音樂。蘇婉晴沉默了很久，終於開口，緩緩訴說着自己的遭遇。原來害死她的人是學校的音樂主任，也是她的前男友。他嫉妒蘇婉晴的才華，偷走了她的禁忌樂譜，還聯合其他人污衊她，最後殘忍地將她殺害。我的樂譜藏在鋼琴的暗格裡，靈魂容器是我媽媽留給我的項鏈，被她拿走了。
沈清河立刻去鋼琴暗格裡尋找，果然找到了一本手寫的樂譜，而我則根據蘇婉晴的提示，在辦公室的保險櫃裡找到了那條項鏈。項鏈是銀色的，上面掛着一個小小的音符吊墜，看起來十分精致。現在該了結這一切。沈清河拿着樂譜看着蘇婉晴，我們會幫你實現心願，你也該放下仇恨，去往該去的地方。蘇婉晴看着項鏈，眼神裡充滿了不捨，還有一絲釋然。謝謝你們。說完，她的身體漸漸變得透明，最後化作一道白光，消失在天台上。恭喜玩家找到禁忌樂譜和靈魂容器，旧学员废棄真相已解锁，副本任務完成度50%，剩余任務逃離怨灵教师的追杀，找到出口。怨灵教师，短发女生脸色一变，难道是那个音樂主任？话音剛落，樓梯間傳來沉重的腳步聲，一個穿着黑色西裝、臉色慘白的男人走了上來。他的眼睛裡布滿血絲，手裡拿着一把斧頭，正是蘇婉晴的前男友，已經變成怨靈的音樂主任。你們都得死！他嘶吼着，揮舞着斧頭朝眾人衝來。快跑！沈清河大喊一聲，拉着我的手就往樓下跑，其他玩家也紛紛四散逃離。怨靈教師緊追不捨，我一邊跑一邊回頭看，發現他的身上纏繞着濃濃的黑氣，看起來十分恐怖。這樣跑下去不是辦法，我們得想辦法對付他。沈清河點點頭，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符紙。這是我在副本裡找到的鎮邪符，應該能暫時困住他，但需要有人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我來，我自告奮勇。我來。我停下腳步，轉過身，臉上立刻切換成憂鬱模式。我靠在牆上，45度角仰望天空，眼神裡充滿了悲傷和絕望，嘴裡還輕聲哼唱着禁忌樂譜的旋律。怨靈教師看到我動作猛地一頓，似乎被我的憂鬱氣質吸引，又或者是被熟悉的旋律勾起了回憶，眼神變得有些迷茫。就是現在。符紙在空中化作一道金光，擊中了怨靈教師的身體，他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，身體被金光困住，無法動彈。趁現在找出口。沈清河拉着我繼續往前跑，其他玩家也跟了上來。眾人在教學樓裡四處尋找出口，最終我們在1樓的圖書館裡找到了一扇隱藏的門，門上刻着和教案上一樣的符號。沈清河將靈魂容器項鏈放在門上。恭喜玩家通關救術社秘文副本，將誤玩家完成隱藏任務慰藉怨靈，獲得獎勵靈魂淨化之力。沈清河玩家獲得獎勵靈魂實體化機會，限時24小時。我和沈清河對視一眼，都從對方的眼睛裡看到了驚喜。我們走進白光中，再次睜眼時，已經回到了現實世界的廢棄第3中學門口。沈清河激動地看着自己的雙手，他的手掌不再透明，而是有了真實的觸感。我現在是實體了。他伸手抱住我，溫暖的懷抱讓我的眼眶瞬間濕潤。太好了，沈清河，我緊緊回抱着他。我們有24小時的時間，一定能找到讓你永遠留下來的方法。沈清河點點頭。我知道靈魂容器的秘密，這條項鏈不僅能承載我的靈魂，還能吸收正能量。只要收集足夠的善意和溫暖，我的靈魂就能永遠實體化。接下來的24小時裡，開始收集正能量。我們去了孤兒院，給孩子們講故事，送禮物。看着孩子們純真的笑臉，項鏈發出了淡淡的光芒。我們去了養老院，陪老人們聊天散步，聽老人們講述過去的故事。項鏈的光芒越來越亮。我們還去了之前的廢棄第3中學，我將禁忌樂譜發表到網上，向世人揭露了音樂主任的罪行，為蘇婉晴證明。越來越多的人被蘇婉晴的故事打動，紛紛留言表示同情和支持。這些善意的能量源源不斷地匯聚到項鏈上。夕陽西下，24小時的時限即將結束。我和沈清河坐在河邊的長椅上，看着項鏈散發着耀眼的光芒。應該可以了。沈清河拿起項鏈戴在了我的脖子上。這項鏈不僅能承載我的靈魂，還能保護你，以後再也不用擔心詭異的騷擾了。我摸着脖子上的項鏈，心裡充滿了不捨。如果還是不行怎麼辦？沈清河笑了笑，輕輕吻了吻我的額頭。相信我，也相信我們之間的羈絆。話音剛落，項鏈突然爆發出強烈的光芒。當光芒散去，沈清河的身體不再透明，他的眼神裡充滿了生機。我真的永遠留下來了。沈清河激動地抱起我，原地轉了一圈。我笑着，眼淚卻忍不住掉了下來。我和沈清河一起過着平靜而幸福的生活，偶爾我們還會收到來自副本世界的問候，瘦長鬼影會偷偷送來新的西裝外套，貞子會寄來自己的照片，當然還是帶着我給她剪的劉海。而那些曾經困擾我的詭異殘留氣息，也因為項鏈的保護，再也沒有出現過。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後，我和沈清河坐在咖啡館裡，我看着窗外，嘴角帶着淡淡的微笑。沈清河，你說我們以後還會遇到副本嗎？沈清河握住我的手，眼神溫柔。不管遇到什麼，我都會陪在你身邊。